在動物行為學中，有一個著名卻極具衝擊力的名詞——行為沉淪 （behavioral sink）。當一群老鼠被強行擠進狹小空間，資源被極度壓縮，未來感徹底消失時，它們會出現集體失序，不再繁殖，不再社交，不再築巢，甚至開始互相傷害，自毀生存本能。而現在，把老鼠換成人，把實驗箱換成一整個國家，這個實驗已經不再是理論。聯合國人口司最新預測，2025年中國出生人口約為871萬人。這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，但它藏着的卻是一個民族的劇烈收縮。哪怕這個數字已經比很多民間人口學者的預估好看很多，哪怕它可能還被人為修飾過，它仍然創造了建國以來的歷史最低點。更殘酷的是，這871萬不僅是數量下滑的問題，而是比例的墜落。按照聯合國對全球出生人口的估算，中國2025年的新生兒數量佔全球比例已跌破 7%。你要知道，在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時，中國人口佔全球總人口約 25%。1964年，中國新生兒甚至佔到全球的 27.3%， 每4個新生兒就有1個來自中國。而如今，連1/10都保不住了。這不是下降，這是斷崖。如果生育率不發生變化，在2060年前後，中國人口將只佔世界人口的 7% 左右。到本世紀末，甚至可能跌至 4% 以下。而這全部的前提只是生育率維持在官方所說的 1.0 左右。如果繼續下探，連 4% 都將成為奢望。一個曾經用人海書寫歷史的國家正在消失於人海之中。而問題是，不是人不想生，是人生不起。從國家統計局的公開數據來看，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1062萬，2022年956万首次跌破1000萬，2023年902萬，2024年954万短暫回升，2025年再度跌至871萬左右。短短4年，一個巨型國家失去了將近200萬新生兒年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無數小學會消失，無數年輕勞動力不再出現，無數未來被提前抹去。國際公認的人口更替安全線是總和生育率 2.1 至 2.2， 低於這個水平，社會就開始老化、萎縮、坍塌。而中國現在呢？2022年至今，長期在 1.0 至 1.1 之間徘徊。這已經不是低生育，是接近結構性終結。聯合國曾經保守地預測，如果中國生育率能保持在 1.3 水平，本世紀末仍將剩下 6.84 億人。但現實是，這個 1.3 根本沒有出現的可能。人口學嘴上還保有幻想，年輕人卻用身體投票。有人問，不是已經全面放開，甚至鼓勵生3胎了嗎？為什麼孩子還是越來越少？因為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，不是能不能生的問題，是值不值得把一個生命帶來這個世界。這一點，連一向娛樂至死的媒體都罕見說了實話。12月3日，一篇題為《我國新生兒跌破全球 7%， 這個怎麼破解》的文章在網絡出現，罕見地點破了核心現實。中國人不是不想生孩子，而是生不起、養不好、不敢賭。以深圳為例，一個0至3歲的孩子，一年的平均養育成本接近 7.5 萬元人民幣。而在城市家庭中，把一個孩子養到17歲，平均花費約63萬元。這還不包括學區房、補習班、興趣班這些隱形深淵。對於一個月入合計7、8千的家庭來說，一個孩子就是一道生死線。你用命去養，他用社會來攆。而你最害怕的不是花錢，而是當孩子長大後，他面對的是畢業即失業、無休止加班、35歲淘汰線、
房價噩夢、996常態、婚育歧視。於是，一個恐怖的問題開始出現在年輕人腦中：我把他帶來，是不是把他推入深淵？在這樣的社會坐標裡，生育已經從希望變成冒險。人口不是簡單的數字，而是信任。當人們不再相信明天，孩子就不會出現。新生兒全球佔比跌破 7%， 不只是一次統計變化，而是一個巨型社會對未來投下的不信任票。更可怕的還不只是生得少，真正致命的是，剩下的孩子也正在被迅速榨乾未來。當一個社會同時出現3種現象：出生率崩塌、青年失業率高企、老年人口爆炸式增長，這就不是人口問題，而是結構性崩潰的前兆。根據公開數據測算，截至2025年底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接近 3.1 億人，其中超過 2.2 億進入養老金依賴階段，而15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正在以超過1000萬的速度減少。簡單翻譯就是，未來交養老錢的人越來越少，養老的人卻越來越多。一邊是嬰兒搖籃空空如也，一邊是敬老院人滿為患。一條看不見的鏈條被硬生生拉斷了。當年輕人意識到自己注定會成為被抽乾的一代，他們唯一的反抗方式不是上街，而是拒絕生產新的燃料。這不是懶，不是自私，而是本能。你不能一邊讓人像機器一樣工作，一邊又指望他們像神一樣創造生命。在一線城市，這種行為沉淪幾乎肉眼可見。北京、西城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核心城區，部分區域出生率甚至已經低於5%，比曾經號稱生育地獄的國家還要低。結婚越來越晚，不婚越來越多，丁克從特立獨行變成理性選擇。不是不向往愛，是看清了結局。曾經有人以為，只要再多給一點補貼，延長產假，發放育兒券，就能挽回這一切。但問題是，當一個人連自己都看不到未來時，他不會去討論孩子。社會的情緒比錢更誠實。當一個社會開始大規模期未來，那一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它是無數個瞬間堆疊而成的。那個在凌晨地鐵上的年輕人，那個被裁掉的中年父親，那個因為懷孕被邊緣化的女職員，那個買不起房的情侶，那個被癱瘓式加班消耗完激情的白領。他們沒有上新聞，不在報告裡，但每一次不聲都是一次沉默的控訴。於是你會看到一種極其荒誕的畫面，一邊是各種鼓勵生育的宣傳橫幅，一邊是空蕩蕩的產科病房，一邊是人口紅利的口號，一邊是不斷坍塌的年輕人生活質量，一邊說孩子是未來，一邊卻不給未來任何保障。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是不愛孩子的，但有一種社會卻會讓人不敢愛未來，這才是當下最刺痛的一點。如果說開頭的行為沉淪實驗是老鼠失去了社會秩序，那現在的人類只是更體面地完成了同樣的過程。停止繁殖，停止相信，停止期待，最終留下的只會是一个人口越來越少、越來越老、越來越沉默的空殼。而真正諷刺的是，越是口號吵得震天響，越說明真實情況有多糟。871萬不只是一個數字，它是一聲警報，是一個14億人口大國第一次公開、清晰、赤裸地展示，未來真的正在消失。不是通過戰爭，不是通過災難，而是通過一群清醒到絕望的人慢慢按下的拒絕鍵。他們不是反叛者，他們只是用最溫和的方式做出最殘酷的決定，讓一切在他們這裡結束。